你听说过吸引力法则吗？简单的说啊，你就像一块磁铁一样，想要什么东西就去吸引什么东西，最后啊，这个东西就会变成现实，成为你的东西。你想要什么样的世界，完全由你的大脑决定的。再比如说啊，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那你就不要老是和一群单身汉凑在一起了。你如果想结婚的话，那你就应该多和已经结婚的人在一起，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想成为成功人士，成为有钱人，那你就应该多去接触这些人。如果你能够多和这些成功人士接触啊，你的思维方式啊，就渐渐的和他们比较接近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玄乎？我们不知道原理，它为什么会吸引，为什么会实现一些我的想法，但是你可以用好。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吸引法则。你好，我是建平。你好，我是艾拉。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欢迎你订阅我们，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每个礼拜都会免费分享有钱人的思维，让你学会有钱人的行为模式。就算你再忙，也能跟上有钱人的脚步，确保你不会落后于别人。好，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吸引力法则。自古所有成功人士，其实都在默默的使用吸引力法则，比如说莎士比亚、牛顿、爱因斯坦这些人。好，接下来这个作者说吸引力法则其实由两个法则组成的，一个法则叫做物以类聚，另外一个法则叫做思想现实化。我们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根据吸引力法则，人其实是严重受到周围人的影响的，而且渐渐变成和周围人一样的人。这个一样是指你的性格、你的思考方式、你的逻辑、你的人生。你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会渐渐的和你接触的人变得越来越像，这个就叫物以类聚。物以类聚的结果就是你会受到周围的影响，渐渐的过上和周围人一样的人生。作者说其实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你和周围人越来越像，甚至你自己都会有感觉。比如说你的年收入就应该等于你最经常接触的5个人的年收入的平均值。如果你生活中接触的胖子多，那你自然也就容易胖；如果你接触到的瘦子多，那你自然也就比较容易瘦。你周围幸福的人多，你也比较容易感受到幸福；你周围不幸的人多，你就更容易感受到不幸。所以作者说我们对于别人幸福、别人的成功，应该更多的是祝福的这种态度。因为你如果不祝福，那你就到了对立面去了，你就很容易不幸。也就是说，你不要和一个幸运的人成为敌人，就是这个意思。再比如说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那你就不要老是和一群单身汉凑在一起了。你如果想结婚的话，那你就应该多和已经结婚的人在一起，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想成为成功人士，成为有钱人，那你就应该多去接触这些人。如果你能够多和这些成功人士接触你的思维方式就渐渐的和他们比较接近了。当遇到一些困难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会和他们类似，就会得到类似的结果，那你的人生就会发生类似的改变。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用真的去面对面的接触这些人，成功人士你只要受到他们的影响就可以了。你可以学习他们的人生态度，但是你不要去做键盘侠，不断的去攻击别人。你攻击这些成功人士，你就站在他们对立面了，你永远都是不幸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距离成功人士越近，你就越成功。而且一个人在生活中幸福很开心的情况下，也不会刻意去攻击别人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会去攻击别人，首先就已经证明了你肯定是有一些怨气的，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和你理想中的人接触，这个时间也要尽量的长。你说接触一下是没有用的，这个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它需要时间。吸引力法则不是说你一吸就被你吸过来，你要不停的吸，一点点的把它吸引过来。比如说你想瘦下来，你想减肥，就不要天天看美食的节目，对不对？多和瘦子成为朋友。这也是为什么你去健身房要比在家里健身要有用的多。你想
虽然说教练教的东西是一样，我在健身房也听到这些，在家里也能做到这些，我就不去了，还省钱。其实不一样的。你去健身房，你可以看到很多一样和你努力的人在你身边，你就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会更加的努力。你在家里旁边有个人吃个东西，你怎么可能努力呢？是不是？所以真正影响你发生变化的是你周围的环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在一个国家学不会外语的原因，因为没有环境周围人都不会这种语言，你怎么可能学会呢？但是你到了国外，你很快就会学会了。所以你接触的人直接就决定了你的人生这就是吸引力法则中的物以类聚的法则，相似的东西会相互吸引。所以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去接触什么样的人就好了。好的，介绍完物以类聚之后，我们介绍它第二个法则，叫做思想现实化。思想现实化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是具有实际的吸引力的。由于这个引力的作用现实世界是不断的去靠近你的想法。大家注意它不是说思想一下子就变成现实，它是有引力，它能把它不断的靠近你，但是它需要一定的时间。简单来说如果你想成为成功人士，你就会渐渐的成为成功人士。作者呢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有一天成为了有钱人，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有钱人还是蛮多的。在你没有成为有钱人之前，你会觉得有钱人好少说孕妇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没有怀孕的时候，你好像觉得周围没有孕妇，但是当你怀孕了，你会发现周围怎么有那么多的孕妇呀？所以如果你想成为成功人士，想成为有钱人的话，你就要一直想着这个事情，直到自己真的信了。如果你有半点的怀疑，那就说明可能你骨子里还没有做好真的相信自己会成功。其实不相信自己会成功还好，大不了不成功。而吸引力法则也说了，它是什么都吸引。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成功的话，它就会吸引你失败的结果，它会反向吸引，吸引到不好的东西。所以吸引法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究竟相信什么。表面功夫是没有用的。如果你假装自己很有钱，假装自己是孕妇是没有用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吸引力法则，为什么不叫成功法则呢？因为它不仅仅吸引成功，也吸引不成功。不好的东西终究只是吸引而已，取决于你真实的想法。比如说愤怒压力这些负面情绪，其实都是从小小的一点负面情绪开始的。这就是小小的一点负面情绪不断吸引更多负面情绪的结果，最终就造成你无比愤怒、无比压力，最终抑郁生病。所以生病通常是你的想法有问题的一个标志。不会有人每天都愤怒，都很压抑，然后还很健康，对不对？所以你生病了，说明你身体里面提醒你就是你最近的想法有问题了。正所谓病由心生，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负面能量扼杀在摇篮之中。任何的想法，不管好的想法、不好的想法，都是从一点点开始的。在这个不好的想法出现的一瞬间，就把它扼杀掉，转移注意力，不去看它，然后植入一个正面的想法。这个正面的想法就会不断吸引更多正面的想法、正能量的东西，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你的身体也就越来越健康。其实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证明，那就是安慰剂效应。也就是说你给一个病人吃一个糖豆，吃一个面团，说这是积极治疗疾病的特效药。也就是说，你只要相信这个药有用，它就有用，只是在成分上它根本没有用而已。好的心情、正面的想法可以带来好的身体、好的人生，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心态呢很难控制，这道理都懂。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一些小技巧，就是可以帮助你控制良好的心态。而且这种良好心态它不能够是假的，必须是真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其实呢，任何不好的想法都是从一点点负面情绪开始的，而它在很小的时候，它是很容易调节和扼杀了。只是当它膨胀了，它就会带来一堆的负面情绪。你想冷静，那个时候都已经没法冷静下来了，那冷静就
对你就没有任何用了，你知道吗？佛教中为什么要强调心无杂念？就是因为杂念呀，会吸引来更多的杂念，烦恼会吸引来更多的烦恼，痛苦会吸引来更多的痛苦。这样的话，你的人生只会越来越糟糕。相反，如果你能够向往美好，向往幸福的话，你这种正面的思想就会吸引来更多的正面的思想，更多的幸福到你的人生中。作者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呢，就像一个脑电波的发射装置，而世界呢，就是这个脑电波的一个接收装置，就像一个电视一样。所以你大脑想要的东西都会被这世界这台电视的接收到映射，展示在你的面前。所以你想要什么样的世界，完全由你的大脑所决定。由于心理法则，也就是你的想法是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的，所以你现在的人生其实是由你过去的想法所创造的现在的状态，而你未来的人生将由现在所创造。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想法的话，那你的未来肯定就会好走多了。我们讲完了吸引力法则的内容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讲讲如何实施吸引力法则。其实法则总共有3个步骤，但是里面有很多细节，很多要点，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咯。第一步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假设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比如说我想要什么东西，我想要成为有钱人，这都可以。但是这个目标要尽可能的明确，不能模糊。比如说我想考上好大学，这就不太好。具体我要考上哪一个大学，这个就好一点了。你要是能够想象那个场景，也就是说你考上大学的那个场景，那就更好了。比如说你想成为有钱人的话，这也是一个最好设定一个钱的数目，对不对？有钱人的目标太笼统了。什么叫做有钱人呢？如果这个世界不知道的话，他就没办法给你展示，而且你就没有办法成功，你自己也没办法验证。在这一点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这个目标不能只是一个愿望，也就是说我想成为有钱人，这样的目标是不可以的。如果能成为有钱人就好了，这样目标也是不可以的。一定要到深信不疑的那种目标，就是我要成为有钱人，明确准确，深信不疑。再比如说我就是要找到什么样的女朋友，我就是要考到什么样的学校去，要明确。为什么不能是个愿望？因为愿望说明你心里还是不相信它能够实现，而这种不能够实现的话，它是无效的。关键是吸引力法则，我刚才说了，如果你不相信它，它就会把更糟糕的结果带给你。所以如果你没有打心里相信你会成为有钱人，你就会直接变成穷人，这样是很危险的。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大部分人无法实施吸引力法则的原因，就是吸引力法则这个设定的目标，它是忽视所有的副词的。比如说我想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这个非常它就是无效的。还有一点，吸引力法则不接受否定的状态，它所关注的是里面的这个主体。所以你想成为有钱人，你就不能说我不想成为穷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你想法中不能有负面的词。那么在第一步设定好目标之后第二步就是相信自己已经有了，已经做到了，已经实现了，只是这个目标现在还不在你的手里。什么意思就好像你要相信自己已经挣了500万，但是500万现在是在银行放着，你随时可以去取，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还不在你的手里。但是你要坚信这已经是你的了，坚信的话去不去取呢？不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到时候它会自己来的。你要把从银行里吸引来，不是你自己去取。当然这也是心理法则中最困难的一步，就是你要对自己这个目标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已经有了，不然的话就不会起作用。其实有很多人在无意识的形态下让这个吸引力法则失败了，就是呢他们都很自卑。自卑这个东西真的是出于潜意识的，不是出于意识。你在意识层面你可以装作自己很自信，但是自卑真的是深入骨里的，而吸引力法则呢，看的就是你骨子里的这个东西。所以你表面上再说自己会成功，如果你的内心是自卑的话，那你同样是不会成功的。
那么怎么才能解除自卑呢？其实说难也不难。自卑呢，往往来自于经历。你可能失败过很多次，你就会自卑；你可能生活条件不好，你就会自卑。你只要忘记这些经历就可以了，一切从零开始，就不再有自卑。当然，忘记可能又是另一个难题了。但是你想要成功的话，就必须忘记这个。你觉得我是自卑还是自信？你自信，你就很容易忘记，你懂吗？很多成功人士根本就不记得自己有多么失败，完全不记得。他们说出了以前的失败，拿出来吹嘘，都是干这个。因为只有消除了自卑之后，你才会真正的开始相信自己会有可能成功的。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验证你的潜意识里是否真的相信自己一定成功，就是当你真的信的时候，你会真的发自心底的开心，很舒服。但如果不是真的信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违和感，就是说我有钱了，就是你说出来的这个语言啊，它都是很不相信，就是很有违和感的一种。你就说，哎，我真的有钱了，可是我的生活怎么没发生变化呢？这就是一种违和感。真正信的人就已经开始享受了，已经过得很开心了，好像在做梦数钱一样，这就叫做真的信了。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信了，它就会实现，会有这样的吸引力的效果呢？其实这可以用物以类聚来解释。我刚才说了，你只有信了，你已经试了，你已经有了这样的生活，才会真的靠近你。你不信的话，它还是原先那个状态，那它就不是一类了。不是一类呢，它就不会吸引过来。吸引力法则的第3步就是取得你的成果就完了。但是在取得成果之前，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它是慢慢被你吸引过来。你的这个结果越远，吸引的时间就会越长。那么有什么快速的吸引办法吗？有的。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吸引力法则的一些技巧，能够帮你放大这个效果。那么第一个技巧就是要训练自己能够瞬间转移注意力的能力。我刚才说了，任何不好的想法，任何意义的情绪都是从一点点负面情绪开始的。那么我们怎么扼杀它呢？我不去想它的话，其实还是在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转移注意力。你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这和冥想其实是一回事。冥想究竟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抛弃所有的烦恼，去想自己的身体，去想自己的这种气，自己的这种升华的感觉。这样的话，你生活就不再有烦恼，这个负面情绪就不会被扩大。而你想到的美好的东西的话，你就会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幸福。那么这种转移注意力的能力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是需要训练的。你做到最后是什么呢？就是任何负面的情绪都不会给你产生任何的影响。你的脑子里面总是有正面的情绪，美好的情绪，你的人生就是美好的。好，第二个技巧就是不要想太远，因为你的目标距离越远的话，就要花越长的时间来吸引它。有很多人在这过程中就放弃了，因为当初的目标设得太远，花太多的时间，结果在中途就开始怀疑自己怎么还没实现呢？是不是不好用啊？结果就真的不好用了，负面情绪它都来了。其实结果已经在路上，就在门口，就差一步你要坚持，但是你坚持不了了。第3个技巧就是把你的目标视觉化，就是说你想象的这个目标的时候，不能是一段文字，一定是一个非常可以见的、非常现实的一个场景。比如说你想到你有钱了会怎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地方开什么样的车和什么样的人在接触在哪个城市这些都要想清楚，这个目标实现的速度它就会越快。如果太模糊的话，这个世界都不知道你找的目标是哪里，很难被你吸引过来的。说起这个，我就想起了我们当时买房子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的预算也不多，但是呢，我又想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又想要几个房间，然后呢，我就在我的日记里就详细的记录下来，我想象中的房子它是有几个房间，然后给孩子要怎么布置之类的。
然后最后真的就是因缘，就是很巧合的，然后就实现了。然后现在住在这个房子里呢，也觉得很开心。最重要的就是楼下，我们楼下是个老年活动中心，然后呢，平常就没有人，然后呢，家里孩子也多，各种闹腾啊，完全不用担心楼下的下来敲门。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就是已经是非常的幸福了。这个咒语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感谢。就是说，感谢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它能吸引来各种各样正面的东西。你感谢别人，别人就会喜欢你，就会被你吸引过来。你感谢钱，钱就会喜欢你，它就会被你吸引来。你想要什么，你就感谢什么就行了。我们要一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心怀这种感激之情，不用谢天谢地，谢谢你周围的一切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视频有点长，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个视频。如果你能听懂这一期的话，那么记得给我点个赞，点个赞。因为你的人生观已经发生了改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谢谢，谢谢。拜拜。